Goon 是世界上最容易使用的旅游行程工具，让你可以在手机上轻松地读取 Google 我的地图的储存坐标，并且可以快速地用你喜欢的地图软体开启坐标进行导航，完全不需要申请账号，也不用下载 App， 网址打开马上就能使用，轻松地跟旅伴分享你们的旅行行程，并且支援 PWA 离线模式，即使没有网络也能正常使用。赶快一起来跟我使用看看 Goon 吧！首先打开 Goon， 网址我会放在资讯栏，会看到画面中间有3个按钮。这边先假定我们已经在电脑上完成了地图的规划，所以就直接点击汇入地图。接下来输入地图的网址，在手机上要找到地图的网址，我们可以先打开 Google 云端硬碟。你建立的地图都会在这边有个档案存放在云端硬碟。图示是一个红色的坐标图，除了有地图名称之外，也会显示这张地图最后开启时间以及是否有公开分享。如果有的话，在时间的旁边就会有2个小人的图示。接着点击右边的点点，里面就会有复制连结的按钮，可以复制这张地图的网址。如果该地图还没有设定分享，可以点击管理存取权，点击受限制后，将一般存取权改成知道连结的所有使用者。接着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连结图示去复制地图的网址。回到 Goon， 将刚刚复制好的网址贴上，下面输入名称后就按汇入地图。系统会自动去下载那张地图的资料，并且显示在画面中。画面中的资料夹代表的是地图中的图层，右边刮弧内的数字代表的是该图层内的地点数量。点开资料夹就可以看到我们先前在我的地图上面储存好的地点，除了名称之外，还有几个图示。首先来看地点名称旁边的小箭头，有这个小箭头代表该地点有记录备注。点击地点名称可以开启备注的内容，不管是文字、图片都可以显示。超链接也可以直接点击开启。接下来右边的放大镜是在 Google Map 上开启这个地点的内容，系统会透过已储存的 GPS 坐标去搜寻这个地点名称来作为结果。这样做的好处是在 Google Map 上就会显示该地点的完整资讯，而非只有 GPS 坐标跟备注。反之，如果你的地点名称多增加了其他的文字，或是那个地点无法透过 Google Map 搜寻的话，那结果就会不如预期。对于这类型的地点，就要改点击名称左侧的坐标图示，那就会以原本预设的方式去开启这个 GPS 坐标。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看看同一个地点的结果。一般来说，用搜寻出来的方式会比较清晰一点，除非是搜寻出来的结果不符合预期，才使用预设方式开启 GPS 坐标。Goon 最核心的功能就如同前面所介绍的，汇入我的地图，在手机上快速的开启已记录的地点。如果你觉得这功能很有用的话，也麻烦帮我按个喜欢，并分享给你其他喜欢自助旅游的朋友们。后面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其他附加的功能。在坐标点的左边有爱心的图示，点下去后就可以把这个地点加入到最爱清单。被加入的地点会以实心的爱心图示显示，并且可以透过下方选单的最爱标签看到所有被加入到最爱的地点，即使是在其他地图加入的也会看到。可以透过这个功能来保存常用或是日常生活的地点。除了从 Google 我的地图取得地点资讯外， Goon 本身也有基本的编辑功能。右上角的编辑按钮按下去就会进入编辑模式。首先看到旁边的新增图层按钮，点下去就会新增一个新图层。我们可以透过图层旁边的编辑按钮去修改图层的名称，或是将整个图层给删除。地点也可以透过编辑按钮去修改名称以及备注，也可以直接删除地点。在编辑模式下，原本的加入最爱图示会变成多选框，可以一次选择多个地点进行图层的迁移。这边来进行示范。首先我先新增一个新图层，并且将散落在鹅岛以及仓库的宝可梦人从该地点选取起来。接着按下新增图层旁边的按钮，选择要移动到的图层之后按下移动，接着就会看到我们选择的地点跑到了新图层里面。如果想要一次删除多个地点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移动后将整个图层删除。接着我们点击下方的地图标签，这边有载入一个简易的 Google Map。先看到右下方的2颗按钮，下面的箭头按钮是显示你目前所在的位置，而上方的地图按钮则是会以完整的画面显示你目前使用地图的坐标点，方便快速寻找地点。透过点击地图上的坐标点，也能直接在地图 App 里面开启。上方的搜寻框可以输入想要新增到图层的地点，按下搜寻后会弹出该地点的细部地图跟地址，也可以选择想要插入的图层。
接着回到列表标签，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新增好的地点。透过 Gun 新增的地点，在列表内会以绿色的坐标点做出区别。不过因为 Gun 里面绑定的是简易版的搜寻，因此没有自动完成或是模糊搜寻的能力，也无法透过地址去搜寻。这边提供一个小技巧，可以先在 Google Map 里面搜寻想要的地点，接着在名称上面按住1秒，选择拷贝，将在 Google Map 上面的名称复制下来后，回到 Gun 贴上去做搜寻，这样几乎可以确保出来的地点会是正确的。不过编辑模式的功能主要是提供你人已经在出游，而且手边没电脑的时候使用，不然还是建议回到电脑的我的地图上面去做地点跟图层的编辑，理由我们接下来会讲。在地点列表的上方有目前使用地图的名称，点下去后会到选择地图的界面，这边一样可以透过编辑去修改地图的名称或是删除地图。如果是透过我的地图汇入进来的，会发现多了右上角的连接图示以及分享按钮。按下分享按钮后，会弹出这张地图的 MID， 再点击分享会开启系统预设的分享功能。这边我们用 LINE 分享这张地图出去，你的旅伴只要接收到讯息后点击连结，就会自动开启 Gun， 并且填入需要的资讯。按下汇入地图后，就可以共享你们的地点资讯了。我们再回来选择地图这边，如果在我的地图当中做了地点的新增修改，透过按下地图按钮右上角的连接图示，系统会再次去跟我的地图做最新的同步资料，同时也会把我们之前在 Gun 里面做的编辑全部清除。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提到建议还是在我的地图上面做地点跟图层的编辑。接着来看设定标签，点击地图 App 这个按钮，可以选择预设开启的地图软体。iPhone 的使用者可以使用 Apple Map 来作为预设开启的 App。而如果是去韩国旅游的同学们，有听闻在韩国 Google Map 的路线规划非常不实用，所以增加了使用 Naver Map 来作为预设开启的对象，应该会有点帮助。最后来谈谈有这么多旅游规划 App， 为什么你还需要使用 Gun 呢？其他旅行规划的 App 主要着重的点还是在规划上，他们会在城市里面增加大量复杂的功能以及数不清的广告跟推荐行程，进而导致速度缓慢跟学习难度很高。或者是没有提供电脑端的界面，在做复杂的行程规划时会相当麻烦。下载 App 还要申请账号才能使用，有时候也令人困扰。坊间旅游规划 App 几乎都有一样的问题。但是 Gun 的定位只是一个单纯的工具，让你在手机上可以方便读取我的地图上储存的地点，你甚至不用申请任何的账号就可以使用。资料也以离线的方式存在你的装置上，不用担心资料被卖给别人。而规划的部分就留在我的地图上面处理。Google 已经提供很不错的编辑功能了，在电脑上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只要按下分享，旅伴们就可以马上使用地图的资料，完全是随开即用。以上就是 Gun 目前的完整功能介绍了。如果有什么使用上的问题，或是希望新增的功能，也可以在说明栏找到联系的方式。希望大家透过 Gun 可以在旅游时获得更舒适的体验，也别忘了帮这支影片按个喜欢，也分享给你有在自助旅游的朋友们。感谢各位，拜拜。